所罗门要塞攻略战中，面对来自第3舰队和白色木马的猛攻，吉翁方面的扎比加依旧醉心于权力斗争的政治游戏，而多兹鲁的舰队已被消灭3/4了。此时基连终于送来了最后的军援，和期待的10台大魔不同，最终送来的只有这么一台。这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在茫茫多的 MA 中，我曾经幻想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谁能想到最后会是这台大扎姆呢？这次的盒子大的真的是非常离谱啊！家里实在是找不到这么大的背景板了，只能是像这样将就着拍一期了。话说这算是搬家后的第一次新家披露吧，这次就让客厅来当背景吧。说真的，大扎姆的人气并不低，但相关的产品真的是少得可怜啊！而这次能在 A.N.I.M.E 的产品线出这么一个正比例的大玩具，可以说是了了很多0079老粉的心愿。但是3000的定价，戴哥你不觉得有一点过于离谱了吗？没记错的话，好像比 MB 的马甲翼还贵吧？行吧，咱们就赶紧来开箱看看这3000多块的肉魂到底做的究竟如何吧。刚开箱就是一张非常简单的说明书啊，稀疏包装全部拿出来的话，一共有3层，每一层看着体积都非常大的样子，实际上东西却没有多少。桌面上所展示的就已经是几乎全部的内容物了。大扎姆的龟壳本体，一些天线和喷口配件，大扎姆的分体下半身和一个支架，最后还有一些特别的小零件。以上。那我们还是先把本体给组装起来吧。首先是把脚趾头都翻出来，以便大扎姆进行站立。接着是裆部需要装上3个喷口，上面的2个和下方的喷口不同，下方的这个特殊接口是留给支架安装的，有防呆的特殊插装设计。安装完成后，将喷口转到下方。接着拿出大扎姆的龟壳，龟壳的底部有2个原装的插孔，和下半身简单的对接上就已经 OK 了。这里的对接是非常的紧实的，因为这个部分有锁止的结构。OK， 那么最后再把大扎姆的天线给安装上，天线分左右2边，上方有标记。OK， 那么安装完成，大扎姆堂堂登场。机体编号 MA-08 大扎姆，该机在设计之初是用于攻占地球联邦军总部加布罗基地的，以弘扬疾风军的军威而开发的对要塞攻击用巨大 MA。然而开发计划一再的耽搁，最终开发完成后的首秀之战便是所罗门和多兹鲁的最后一舞。机体全高 59.6 米，全备重量1936吨，机体内部搭载了4台大型核熔炉，使得该机拥有了14万千瓦的恐怖处理。裆部下方和背部共装备6门推进器，总推力能达到58万千克，但对于此等庞然巨物来说依然是不够的。剧中的真男人汤一刚不对，多兹鲁为了掩护妻子和女儿，也就是密涅瓦扎比的撤离，带领残存的舰队准备和联邦军展开决战，并亲自作战了大扎姆战斗。然而在太阳光系统的2次照射后，整个舰队更是直接损失了1/4。意识到指挥失误，大势已去的多兹鲁于是下令全体舰组撤离，自己一个人开着大扎姆去断后了。吉翁的真男人无需多言，不过这次撤退中还混入了那个男人。多兹鲁当然知道这一仗是有去无回的。随着大扎姆引以为傲的艾利场被史列加的舍命一击破解，阿姆罗悲从中来，光剑劈脸终结了大扎姆。但直到最后，多兹鲁也没有认输。这位一生都在给吉翁做实事、讨厌政治斗争的统帅，跳出舱外用机枪扫射高达，同时也觉醒了 NT 的能力。阿姆罗感知到其精神力化作如同恶鬼一样的气场，也让阿姆罗即使击败了大扎姆，也依然感受到了更深层的恐惧。如此经典的一幕，玩具怎么可能不还原呢？首先，玩具里附属了按比例还原的汤一刚小人，144比例的小人在2魂的这条产品线里能有这个涂装质量，也算得上是很离谱了。那这里通过台座就能连接到大扎姆的脑袋上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我们把大扎姆的龟壳先拿出来，拧开机身下方的电池舱盖，放入3节7号电池，终于不是纽扣电池了。接着取下龟壳背部的隐藏盖板，会发现这里藏着一个凸透镜，拿下来就可以看到还有伸缩结构可以用来调整焦距。那这是干嘛用的就已经很明显了。掀起头盖骨的隐藏盖板，打开内部的电源开关，然后拿一些深色能够慢反射的板子放在后面，调整好透镜的焦距，你就能获得多兹鲁同款的背后灵投影了。你还别说，这投影还挺亮挺清晰的。接着找好角度就能还原出这个名场面了。还没有完呢，除了这个常规款的投影以外，玩具里还给了另一块的投影片，通过滑槽结构就能做替换了。出厂配置带的是 TV 版的背后灵样式，替换的版本则是剧场版里的样式。我更喜欢剧场版里这个很像尸鬼风镜一样的样式，不知道各位会如何选择呢？头盖骨内除了内置了投影灯的开关，独眼的开关也被集成在了里面，左侧是眼睛的，右侧是投影的，分开控制。打开后的这个发光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而且还能拨动内部的波轮来进行独眼的转动，
转动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就当你以为它也就是一个隐藏的舱盖的时候，它又给你了一个惊喜。不知道这里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戴哥竟然在这里给你还原了3人的驾驶舱，而且还给了分色的细节和小人的涂装，同时主驾驶位的多兹路还穿着吉翁的军装，这真的是惊呆我了。这就是3000块钱的实力吗？竟然给我藏了这么多的细节。那设定上大扎姆就是3人驾驶的，1名主驾驶员和2名操作员，当然其实1个人也能开，但要顾及的方面就很多了，运动起来的话也没有那么的灵活。除了驾驶舱的还原啊，进入驾驶舱的舱门也给还原了出来，就是背后眼睛下方的这块小盖板，下面有进入通道的细节。其他的机构可动方面，大扎姆也就2条腿了，但做的一点也不敷衍。前踢理论上能到90度，后踢也是90度，全程齿轮关节，侧踢也是齿轮关节，能到60度以上，幅度非常的优秀，把持力度也很好。大腿根部的360度平转关节也没有阉割，阻尼感也是非常舒服的那种。屈膝能达到120度，也是全程齿轮关节，把持力度非常的好，在这个体型下来说已经是非常的优秀了。脚踝的部分则是采用了金属球冠套塑料的结构，把持力度和阻尼感都调整得很优秀，而且各个方向都能接近60度的接地性，这当然也值得一个超级的好评了。另外每根爪子都有2段独立的弯折关节，爪子尖端可以做360度的轴向旋转，可动性非常的不错。就这个可动接地和关节紧实度来说，没有支架也能站得非常的牢固，但戴哥依然还是准备了尾叉的支架，加上支架的话，就能让大扎姆摆出像这样的抬脚践踏的动作了，压迫力十足。不过单从设定上来说的话，大扎姆并不需要腿啊，与其说腿部是装饰啊，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当初贾布罗基地的降下作战而设计的。毕竟有腿在的话，重力环境下的机动性能强不少，而且也能当做肢体攻击的一部分，作为武装的一部分。那既然说到了这里，其实大扎姆的爪尖也是可以当做导弹来射出的，动画里就是通过这一招打爆了史列加的小飞机，玩具当然也把这个细节给还原了出来。而大扎姆最标志性的这一圈对空用偏转型米加粒子炮，玩具依旧采用了灯光来还原，转动左上方的零件就能开启了。不愧是3节电池的电量啊，这亮度还真是给力。设定中的这些炮每一门的功率都达到了 2.1 兆瓦，而大扎姆也支持同时共28门炮的齐射，这在战场上绝对是毁灭性的 AOE。另外胸口还设置了1门主炮，玩具这里还原了可以俯仰调整的炮口，射击特效则是有单独的 LED 供电，旋转右边的零件就能开启了。这个亮度也就说明了这一门大型偏转米加粒子炮的出力来到了恐怖的 3.9 兆瓦，光是照射的范围就能覆盖一架萨拉米斯级的巡洋舰，堪称是当时的破坏神了。而为了应对如此大功率的发热呢，大扎姆头两侧的超大型3角翼片其实就是用来给机身散热用的。另外为了应对近距离的袭扰，理论上大扎姆还搭载了多门105毫米火神炮，但并没有设定明确的说明其搭载位置和数量，也有设定说有22台。而刚刚当做开关顶的胸前两侧的装置，有设定说这是埃利厂的发生器。大扎姆的本体装甲使用的是扎古同款的高张力钢，所以单纯的装甲防护性能并不是很强，因此搭载了埃利厂来防御光束。大扎姆应该是首台搭载埃利厂的 MA， 但最初登场时设定并不完善，曾经也被解释为磁场屏障，后来才统一为埃利厂。当然了，搭载了这么多的高功率的武装，加之本身就负担很重的散热，使得机体的极限活动时间只有20到25分钟。但就是这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多兹鲁不仅成功掩护了妻女和舰队的撤离，更是以一己之力刷新了所罗门咒语的击坠数，可以说这才是当之无愧的所罗门的噩梦。而 A.N.I.M.E 的这一台大扎姆也绝对是现阶段还原性和可玩性最高的模型了，除了价格太贵了以外，真就挑不出什么大的毛病了。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一键3连呀！